我记得九妹也有一支嘛，是在讲走中奖的，就是他说什么走中奖这全共估，然后什么泪崩痛诉叭叭叭，就是你知道写得很煽动。但其实影片里面明明是很开玩笑的在讲这些话，但是却被移花接木，他封面图拿别支影片的截图来骗观众，那就好像是九妹正在痛哭一样。然后我记得这也是林伟凡先生的大作。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呢，又回到了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那我就会用这个不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可能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要聊的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湾媒体乱象。那因为前阵子西兰上传了一支影片嘛，都是批评台湾媒体的各种蛮恶劣的事迹啊，像是断章取义啊、抹黑造谣啊、过度腥羶色等等。那支影片在短短2天内就破100万点阅嘛，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支影片志祺怎么看。那我看了其实也是蛮有感觉的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媒体乱象的受害者，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会想要来聊聊台湾媒体为什么会这么乱，然后真的有解放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目前全台湾已经有超过57万户独居老人，在经济、体力等等的限制之下，他们常常无力维护居住环境，导致生活品质越来越恶劣。长期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台湾乐作创意协会看到了这个问题，决定挺身而出，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发起乐作家务队的服务，以弱势互助的概念，为身障乐儿与独居长辈搭起跨界服务的桥梁。身障乐儿化身助人天使，协助清扫改善长辈居住环境。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专案，每月只要100元就可以同时帮助到身障乐儿与独居老人，而且捐款还会送身障乐儿代工包装的厚实暖心托特包，一份爱心双倍温暖。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响应捐款吧。虽然应该很多人看过这个影片了，不过我想可能还是一些人没有看过。那能不能请志祺快速讲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在讲什么？这支影片呢叫做台湾媒体的下限能够有多低，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席兰拍片，他就解释说自己想要离开台湾啊，去日本生活的原因。这个内容就被媒体恶意的曲解，然后刻意的引战，甚至呢他还在里面直接点名3立的记者林伟凡，就是万恶之源，可能像是造谣啊、抹黑的这个源头这样子。那像是台湾天气热成狗屎，台湾美食排名垫底，这些话其实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上下文的脉络，对，他把它切断，对，但却被媒体刻意的带风向，就想要让一些观众去出征席兰。而另外呢，也点出了很多的其他的台湾媒体的乱象，像是乱贴标签啊、造谣，然后不用负责，或者是同业互抄去洗稿。然后他觉得台湾没有足够多的人有去对这些媒体问责，只是放任这些媒体继续烂下去。那他在上架之后，其实就有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认同。3立呢，也在几天之后他就道歉了。那因为影片很长啊，所以我讲的算是蛮粗浅的。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个影片。刚刚讲的是影片的内容嘛？那你看完之后你自己怎么想？我觉得他批评的点确实都是一个问题。如果像是文章的内文啊、标题都是林伟凡他写的，那我觉得他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的踩线，然后已经违背了所谓的新闻伦理啊，跟他的职业道德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那我很好奇，就是志祺你作为一个网红，或者你身边也认识很多 YouTuber 的朋友嘛，那你们自己有遭遇到被媒体抹黑啊、造谣的情况吗？我觉得一定有。例如说阿滴，他之前就有这个阿滴交女朋友了，就这个超凶正妹啊，巴拉巴拉，但他只是跟平平然后一起吃个东西，就是这样，他就只是开箱影片。然后我记得九妹也有一支嘛，是在讲走中奖的，就是他说什么走中奖这全共估，然后什么泪崩痛诉叭叭叭，就是你知道写得很煽动。他其实影片里面明明是很开玩笑的在讲这些话，但是却被移花接木，他封面图拿别支影片的截图来骗观众，那就好像是九妹正在痛哭一样。然后我记得这也是林伟凡先生的大作。那我觉得有些也不算是断章取义，但是刻意误导腥羶色的，我认为是非常多的。像弟妹的，我相信大家我们的后制团队找一些一定可以找到很多。那你们发生这些事情会让你们有变得什么更加小心谨慎啊，不敢发文之类的吗？你有发现我发文变很少啊？以前我常常会分享很多东西，我现在就会研究一下说，我知道发吗？这发了有意义吗？会不会被那个吗？自我审查了。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过。刚刚讲这种发文，你有真的什么被跟拍啊之类的吗？我身边有，像是芊芊嘛，之前就有被周康永跟过啊，然后有拍到你，对不对？对，好像我们好像去吃饭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有影响，因为我自己家住1楼，我就有因为这件事情觉得不太安心，所以我前阵子开始看房子，有一大部分是觉得说我有点没有想要住在1楼，因为我觉得那太明确被别人知道我住在哪边，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我觉得其实在另外一方面，我是可以理解媒体为什么要报道网红的啦，因为网红就是有流量，只是报道的方式呢，常常会有一些误导的成分，或者是侵犯到了私生活，让大家确实是有点困扰。那为什么这些媒体要这样一直去报道网红？难道没有其他新闻可以做了吗？就是网红的价值是在哪里？我们可以先来聊聊台湾的媒体产业现况。根据一些报告，我们看
看很广泛的数据。台湾新闻业的这个总营收呢，从2005年它是320亿台币，到了2020年，你猜猜看它降到多少？看好难哦。好，我跟你讲，它降到了157亿台币，它蒸发了一半。所以许多的媒体呢，他们必须要开源节流，他们要大量的基业配去提高记者的生产力。那这个时候，最后压榨的就会是第一线的记者，像是之前方君竹他就有说过 ，Now News 的记者一天要产8条新闻，超级疯的。然后呢，关韶文关他在全明星辩论会上去之后，记者一天要产10条的新闻，一个月他们要扛的点阅数是400万以上，所以呢，他平均一个工作天至少是18万，然后他单篇新闻呢要2万左右。你看哦，就是他一个高的产量，再加上他要有高的流量，1个小时不到就要写一篇。对对对，他没有时间去慢慢查证啊，也没有时间去做一些深度的报道，像是可能国际新闻。所以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很多时候你真的就只能求快，你去抄一些爆料公式啊、行车记录器啊、PTT 啊等等的，就是会求流量，然后不去求公益性。在这个 KPI 的前提，就会变成这样。但这个跟网红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网红它是具有一定的流量保证的，而且呢，我们如果做了大一点的网红，大网红我可能会定义在90万以上。为什么是90万？是因为台湾的人口基数大概30万是一个坎，30、60、90，你等于是3次的出圈。你出圈代表什么？核心价值跟别人不一样，就会有人讨厌你。一个新闻要红，就跟炎上一样，要有2个人会吵架。所以呢，你就很容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2个人都会来看这个新闻，都会点开来，喜欢的想要看一下说，我的东西是不是被诋毁了，然后留言去骂一下其他人，对，不喜欢的，看到被骂了，看一下，是不是确信我就是讨厌这个人。所以大的网红就会相较于其他的一般的新闻，你要重新去建立它的认知很难，可是它会直接有一个声量跟直接有一个流量。而且我觉得，相较于传统的艺人，网红会不断的分享自己的生活。新闻很强调画面，你要搭配一大堆的画面，然后非常好去取材自网路，然后你就可以送出去，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取材。例如说阿迪，他发个限动，他就会上新闻。对，是网红们还会一直给你素材用。对对对，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是不是就会继续用？对，但我觉得这边还是有一个逻辑上没有衔接起来的地方，因为你选择爆网红是一回事嘛，但报道乱写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爆网红，你可以好好写嘛？那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多抹黑啊、造谣啊，或是带风向的东西？OK， 这个一样，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一个事情会往那边去，通常都跟获利有关。所以我们来聊的是网络新闻的获利模式。这几年的新闻乱象，我觉得某种程度跟社群的发展是完全绑在一起的。因为新闻他们需要点阅率嘛，需要流量，然后让里面的广告可以被变现，才能够得到广告的分润。但是呢，大部分新闻的引流入口是社群网站。在社群网站，你为了要受到这个演算法的青睐，情绪价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看了之后，马上要有一些感知，引起你的行动的那个欲望。所以为了要让每一个新闻的情绪价值能够被创造或者是被放大，他们就会开始去断章取义。像是标题嘛，在社群上面很重要，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几乎决定了它这个整个流量的高低。所以部分的媒体呢，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去罔顾这些事实，然后直接都断章取义来诱骗大家的点击。这个状况之下，它就已经从耸动变成了造谣，界限踩过去了。像是之前台南 Josh 的影片，他明明就是在讲推测林子伟交易的原因，结果他直接被这个林伟反而写成惊爆林子伟交易内幕，这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嘛。对，再来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创造情绪价值，就是煽动仇恨嘛，因为仇恨就是一个流量。像是你看不要讲网红，我们讲一些新闻的主角，例如说车祸新闻当中，是不是常常撞死人的都是富少，然后被撞的都是孝子？为什么要贴这个标签？再来就是像是席兰的新闻，他刻意会被贴上中国人的标签，你这样子是不是就吸引到了一群反中的民众可以攻击他？又或者是妇女要变成大妈，青少年你要把它变成屁孩，老板要把它变成惯老板，所以你还没有看内文，光是标题的那些字，它就已经可以让你挑起的反感啊，或者是一些仇恨，让你想要点进来骂。另外，我觉得情绪价值以外，其实性也是非常非常主流跟大众的需求。我最近其实评了一个短影片相关的奖项，我每个影片都点开来看说它的流量长怎么样，只要超过一定的，只要有出圈，全部都跟性有关的，人性的共同点，人性的欲望，大家就是在追逐这些性东西，所以性也有效，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都会变成有仇恨，然后都有带有性，新三色为什么那么好用？它就是很有用。既然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么多这种媒体乱象，那为什么没有人去管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切成2个部分。我们先来谈谈外控失灵。就如果是电视或是广播新闻乱报道，那其实可能真的是 NCC 他们监督不周。但是网络新闻它现在处于一个3不管地带，现阶段根据法律，就 NCC 根本管不到网络。然后目前的这个网络新闻没有任何的主管机关，所以如果有人受到诽谤，他们呢可能就会需要自己去走法律途径来做这件事情。另外，当然就前阵子也有讨论说呢，要由这个数位发展部来管嘛。
或者是用这个数位中介法来处理，但就是很大的争议，所以它目前是没有下文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你其实非常的难界定媒体跟自媒体这两件事情的差异变得非常非常的难。你看啊，我们今天有一定规模，我们公司那么多人，我们到底是媒体还是自媒体？就像席兰好了，他就是自媒体啊，但他是不是影响力其实可能跟一些媒体可以比的呢？对啊，所以很难去界定跟定义的时候，其实最后大家可能就会要去仰赖所谓的媒体自律。但是现在媒体自律看起来也不太行，那我们接着或许就可以来聊聊这个媒体的内控问题。像大家这次去讲林伟帆，但是不是其实他们都会有主管呢？这个主管可能像是三立他长期的放任，或者是他的监管不周，是不是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虽然这个三立他们在事后有发文说会改善，但没有一个单位来负责监督的话，这个改善的成效是非常难预期的。只要没有监督的话，其他媒体也可能发生一样的事情。对啊，对啊，大家都会在做这样子的新闻嘛，因为它就是有用啊。那这次席兰的事情来说好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在转发那几篇断章取义的新闻。那我觉得代表这些媒体在内容的把关上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问题。只是可能他没有做的这么夸张，所以没有被揪出来而已。另外，虽然我不太清楚他们内部的自律机制到底为何失灵啊，但是我的直觉就是觉得说，它跟社群的分众是有点关系。这个也跟分众有关。对对对，分众改变了太多事情了。社群上面分众的概念呢，是针对使用者的喜好做个人化的推播。比如说，同样呢的新闻给 A 看 ，A 很喜欢就继续推给 A， 那给 B 看 ，B 觉得是一个烂新闻，连点都不想点，那以后就不推给 B。但是这种模式其实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也会让他们离这个批评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内容可能有一些问题，而且媒体只要靠演算法继续的抓住自己原本的分众，当做一个稳定的流量来源，其实就不需要再去管批评的声音了。因此呢，他们就没有这个自律的诱因。那我们会说，在商业上面，其实企业需要的是足够的少数，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多数。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以网络新闻来说，外部没有人在管，内部可能他们也不想管，导致这个媒体的乱象越来越严重。那面对这种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只能讲一些理论。第一个方法可能就是驱逐劣币，就是面对烂新闻你不读不回。假设你按了一个怒，或者是你留言骂了记者乱写，对于演算法来说，你都是在让这篇文章获得更多的推播嘛。很多人讨论，让更多人留在这个地方花时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章，互动很高。第二个支持良币，要解决这个媒体乱象，观众的监督理论上面呢，应该要有一点点帮助。我觉得在做自媒体的人应该是会比较有感的，因为我们自媒体靠的是这个社群的力量，而像观众其实很敏锐，那你查证不够确实，你标题超过一定界限，有明确的误导性的时候，其实很快都会有人反应跟纠正，那也会让自媒体有压力去修改。像是前阵子我们就有一个那个 shorts 被观众说，你的这个标题踩线了，因为那只是合作影片，有这么花了一点时间，但我们讨论确实觉得有问题，所以我们有提供那个信箱嘛，大家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就也把那个东西下架了。这边是要很感谢这些观众的提醒的。不过观众的监督在传统媒体上面，我会认为它比较不管用。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很多的传统媒体他们是被流量绑架的。那就算部分的观众他们可能在继续的反映说，这个内容有问题啊，但是流量只要没有掉，他通常就不会去做什么太大的调整嘛，你就会让监督失去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希望媒体要能够摆脱流量控制，这个时候你就要让他有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去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会有些人提到说，你会需要去订阅啊，去捐款支持一些好的媒体。你就不一定要靠流量，你靠订阅。对对对，你要重新去思考这个资讯是不是一种自来水，你打开就有。你要重新去想，我今天这个打开的水，我也要希望它是有高品质的自来水，而不是下雨天的雨水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是你会需要去做一些行为来支持这个好媒体，才有办法让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流量至上。例如说报道者好了，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媒体，那基本上靠着订阅制的会员以及捐款来营运。也就是说呢，他们不用一味的去追求这个流量或是讨好演算法，而是可以更专注的在制作这些深度的报道。只不过像是报道者他们这样子的媒体生存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以想象，因为愿意付费支持好新闻的民众数量就是不够多。我觉得这样整个听起来非常无力悲观，就好像很多方法理论上我们知道可行，但实际上好像都非常困难。因为只要新闻它是持续的依附在广告盈利，那就非常去难避免说你要去追求点阅率这种乱象，除非你改变这个新闻业盈利的结构，不然我觉得问题看起来就是一再发生。然后再加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媒体会被裁罚，然后或是特定的利益团体把持等等。就是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现在还对这件事情很有希望的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哇，你到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觉得可以继续坚持跟散播这些好的理念，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但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悲观的，觉得短期内是非常难改善，太无力。一个无力的结尾。对对对，好了，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了。以上都是一些比较个人的想法。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是：你平常的新闻来源都是什么？你觉得台湾的媒体乱象该怎么解决呢？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媒体乱象。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
干，我刚刚是不是都念西兰？对，我不知道要打完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糟糕。虽然我知道他念西兰，但是好啊，对不起，我其实知道是西兰的，我就可以算一下到底有几次，我们在后置的时候可以算。那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对媒体乱象这件事情，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我们对于新闻的想象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对新闻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跟一个明确目标，我们才会去设计一些机制让它达到嘛。但是现在如果讲到好新闻有什么标准，是不是大家其实都心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然后以及可能你心里想的跟你实际在看的东西也是两件事情。有的时候自己其实会被别人讲说，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心中有蛮多的想法，就是说一个新闻一定要让大家非常的有启发吗？或者是有些人会提到说，他的新闻他就是这样子平平白白的，就是一直在读稿啊，没有什么情绪，然后看起来很无聊。我在想说，那新闻真的要有情绪，真的要无聊吗？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是大选，就是这一次的大选，很多人都觉得超级无聊嘛。有些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会抱怨或者是发文说，就是这次大选好无聊哦。然后在前阵子有候选人参加了之后，大家就太好看了，好好玩哦，好有趣哦。然后我那个心里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情绪，我就想说，大选应该要有趣吗？对，大选应该要有趣吗？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他的难题？就是因为他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我们很需要这些脑内啡来刺激大家去行动，那这样这件事情有解吗？我是一直在这个困惑当中，就是大家到底对于好的新闻的想象，甚至是不是好新闻，就是你希望看到什么样子的新闻，然后以及你想要什么样子的选举，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蛮有趣的，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去思考过，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再来，我也是一直在想说，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就是今天是因为媒体它拥有很巨大的权利，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说媒体你是第四权，媒体你要有守门，你要有监督这些东西，因为避免你随便乱做，然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很麻烦。但是这个会不会是过去时代的思维？会不会是其实我们现在作为乐听众？老实说很累，但是你乐听众同时你不能够期待别人来帮你把这些事情做好，你应该要把自己的监督啊，把守门人的事情都放回到自己身上呢。在这个权力已经赋予了民众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觉得说，对，这个权利是我的？就有点跟我前阵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感觉有点像，就是如果我今天很想要达到一个目标，我好像不能够把这个目标的执行或者是期望放在别人身上，而是应该要放在我身上。但是这件事情又很累，就是生活都那么痛苦了，谁要管这个呢？所以我就会有产生这种很多的小小的思辨在脑袋当中啊，没有什么结论，但单纯跟大家分享。